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猪分享。今天是熬夜剪片之后，从而鼻头爆痘的限定版小猪。这么快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双361度的超新星 Pro 2.0。正所谓没有真正上脚体验过的测评不是好测评，所以我经过约2个星期的内场外场不同的3种场地的交替穿着使用后，才给大家做这一期真实且全面的分享。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先快速浏览一下这张超新星 2.0 的基本信息数据。这次超新星的鞋盒跟一代一样，是一个触地即安球场的图案，正面写了一句 Basketball won't say no。打开鞋盒就可以看到对于这句话的中文翻译，就是篮球不会拒绝你。类似的就是德鲁大叔里面经典台词说的那样，篮球是最可靠的东西，你扔下它，它就会再弹回来。跟大家常说的篮球不会说谎之类的呢，也是差不多的意思。Don't complain, don't ask any questions. You bounce it, comes right back. 那二代呢，也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 slogan。回到球鞋本身，我手上这双依旧是我之前多次选择的 Mio 配色，甚至是因为有了很多 Mio 配色的球鞋，专门买了一双 Mio 配色的篮球袜来搭配。那配色故事就不多赘述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暂停画面自行了解一下。后跟透明 TPU 上，我也留意到了一些和配色主题呼应的文字细节，拍得不太清楚，还是给它写出来吧。大概就是一个从2022到2060逐步实现碳中和的一个计划。早期 Mio 配色呢更素更简单一些，从 B3 5.0 Pro 开始呢，就逐渐加入了蓝粉紫等配色来点缀。这双超新星 2.0 也是如此，整体搭配呢会有一种天使之城配色的味道。这次的外观设计最吸睛的部分呢，我个人觉得是在后跟做成了像前几年 Off-White 刚火起来时那种解构风，我觉得有点机能和朋克的味道。一边是绒布，一边是亮面的漆皮，然后通过6根灯芯绒的绳子连接在一起。下方还有个 Mio 配色的小 logo， 后跟的反光拉丝小枕头也是回归了。上一次出现还是 Quick Pro 3.0 的时候，质感呢依旧是不错的。另外比较抢眼的设计就是外侧2个跟进度条一样蓝色和粉紫色的渐变设计，半透明的材料也让里面的 CQT 若隐若现。加上外底前后掌加了2块水晶底之后，中底的碳板和 TPU 的搭配能够展示出来，整双鞋的科技感呢还是比较足的，整体风格也会有一点赛博朋克的味道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，就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呢，鞋头这一小块是能看到里面袜子颜色的。那你们会给这双超新星 Pro 2.0 的颜值打几分呢？这次实战性能上最大的亮点就是整双鞋的稳定性，中底配置呢依旧是富有且慷慨，中段是一块面积非常大的碳板，而且是液晶碳板，这个成本是可想而知的。而且碳板呢依旧有做外层的透明涂层，跟一代也是一样的，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。不过也难以避免的比较容易刮花，而且有这么一块长度强度都足够的碳板，那基本在抗扭这一项就是免检的，徒手是基本掰不动的。从测试的画面里面也可以看到，内侧是完全不会有像那种拧麻花式的翘起，中段稳定性是拉满的，而额外的8字形 TPU 的叠加呢，能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。这种8字形的 TPU 阿迪之前也经常使用，不过就没有加过碳板，都是单独使用的。上一代超新星是前插碳板，前掌有较强的力反馈，可能对于高强度的实战用户会更适合。即使个人认为在前插碳板里面已经算是比较不板脚的了。
而这次换成 TPU 呢，也是折中了一下，实际体验呢，前掌在圆形 TPU 的覆盖下，稳定性当然是锦上添花了。同时，任何角度发力呢，都能有适合包括我这样的绝大多数爱好者的适度的力反馈。更何况这次对弯折点的引导是非常到位的，外侧的框架并不会像传统的包边对弯折造成影响，内侧外底的上包呢也是明显做了一个凹陷的处理，从而引导弯折点弯折时较为轻易，同时不会抢戏底下的 TPU， 能让其强度充分发挥作用。板脚是完全不会板脚的，这里还不得不提到这双鞋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新的设计了，就是这个侧面的灰色的镂空框架加固，搭配里面一层起到保护材料防掉渣作用的非常软且薄的透明 TPU。那一般的公式鞋的处理呢，就是侧面全包。前后掌做镂空，第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避免了一些全包边的球鞋可能因为包边过硬，然后边缘触地的时候呢，脚感比较生硬，不够自然。那这双鞋它不管是自带缓震的木地板，还是外场的水泥地，边缘触地的时候都是非常自然的。镂空的设计让材料不会有过度的束缚，能够充分的形变，让外侧达到一个流畅软着陆的效果，把稳定性和缓震性平衡的不错，也没有那种部分过硬包边可能产生的异物感。而且还有一个细节的改动，就一般包边呢都是贴在中底材料上的，不管你是镂空还是全包。这次下半截的 TPU 呢，没有死板的纵向的贴在中底材料上，而是灵活的改成横向贴在外底延伸出来的防侧翻角上，给防侧翻角上的支撑。要知道，多数的防侧翻角其实都起不了很大的作用的，被吃掉可以说是常态。但是有了这个小改动之后，对防侧翻角的支撑、防侧翻角的强度也是大大增强，不会再被吃掉，不再单纯沦为装饰，感觉就像是汽车装上的防滚架一样有安全感。而上面这一段呢，能辅助增强鞋面外侧的强度，搭配前掌这一块灰色材料对鞋面关键支撑部位的补强，整个鞋面的侧向支撑是非常顶的。更别提还有中段外侧这一小块碳板的上翻。总的来说，稳定性和防侧翻在后卫鞋中是无可挑剔的了。包裹上也有新花样啊，推出一个新的 Quicker Warp 动态绑护系统。其实一代也有类似的包裹设计，但一代呢只有一段，而二代升级成了两段，覆盖的面积会更大。原理还是通过拉紧和鞋舌一体的绑带形成的鞋带孔，然后能在两侧收紧的同时呢，让鞋舌下压，对整个中段的包裹进行提升。实际体验过后呢，整个中段的包裹确实非常紧致贴合，运动过程中也不会出现有松动的情况，动态下也一样贴合。但是整体鞋面呢压得相对较低，所以注意如果是高脚杯的话就不太适合了。这次为了填补两侧圆形镂空的鞋面空缺呢，鞋舌做的比较宽大，在脚伸进去的时候呢，容易折叠在一起。虽然对穿着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对我一个轻微的强迫症患者来说，我每次还是一定会把它捋一捋，必须弄得平整了才能开始打球。这次中底用的是全掌的 CQT 碳临界缓震科技，上脚能明显感觉到是明显的前低后高的一个前后落差。滚动感的主要来源是前掌后跟明显的上翘，侧面一看就像一艘船的船底一样。后跟重心适中，脚感软弹，落地回弹很明显。如果你穿过超临界材料的话，就是那种典型的弹性较强的超临界材料的脚感。后跟在半包镂空的框架下，能够充分的发挥形变，加上倒梯形后跟的弧形设计，各个角度落地也是流畅自然的。同时，倒梯形、弧形后跟不稳定的问题呢，也被中段的碳板和延伸至整个后跟的八字形 TPU 提供的稳定所弥补。前掌重心非常低，非常贴地，非常适合喜欢场地感很强的朋友，启动零延迟。同时重量也控制得很好，比起上一代呢还要更轻一些，单只43码362克。而且左右脚的误差也只有5克，属于是比较小的误差，这也是对于用料做工精准把控的一种体现。轻加场地感强，偏低的鞋帮高度呢也不会对脚踝造成束缚，这几点也会十分适合速度型轻体重的小后卫。同时它还非常适合夏天穿着，两侧的4个圆形镂空，加上两侧添加了竹编工艺的 TPU 纱线编织而成的鞋面，这个材质虽然看起来稀疏啊，但是摸起来强度和质感都不错。搭配上鞋舌大量的圆形小透气孔，组成了这双鞋最为透气的一个区域，整双鞋的透气性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当然聊完优点呢，也要聊下不足的部分。耐磨的话依旧不是很好，特别是水晶底的部分，硬度只有55左右，用手按压也是非常软质的。实色橡胶部分会好一些啊，硬度在58左右，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起皮磨损。另外可能是受到水晶底部分的影响，在少灰的木地板和粗糙的水泥地呢，抓地力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在多灰且光滑的水泥地上，偶尔就会有打滑的现象。不过其实也有全实色橡胶底的配色可选呢，在这2点上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。还有一点也不能算是不足吧，是需要磨合的一点，就初上脚可能会觉得前掌脚背这2块材料拼接的位置会有点卡脚，薄袜子的话会更明显一些。
不过在穿着精英袜的情况下呢，确实穿开之后，这种感觉也会随之消失。这次的鞋楦如果是有母外翻焦虑的朋友就会很适合，整个中后段的包裹偏紧，但是唯独前掌脚趾这一段的空间非常足，特别是大拇指这部分的空间，像埃及脚、罗马脚都会很适合。因为我是有点偏希腊脚的，平时有点内收的鞋呢，我都能接受。而这双的大拇指这一块呢，我甚至觉得是有点空的，加上鞋面材料强度足的同时呢，也牺牲了一点点的贴合度，弯折时呢，对我而言没有那么的贴合。还有刚刚说的高脚背也不适合。我作为微宽脚型呢，穿着没有压迫感，我觉得微宽脚型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巨宽的脚型呢，还是可退换的渠道试一试更稳妥。足弓处的高度呢，不激进也不会有塌陷感，内收的部分也用外底的上包加了一下强度，也能降低纯中底材料后期会衰减的风险。最后码数也是不偏码的，按照以往的码数去选择即可。361度超新星，鞋身稳定，重量轻，朋克后跟很吸睛，启动发力很顺心，防滚架结构有创新，透气和丝袜都有得拼。稳定性拉满呢是这双鞋最大的特点，也适合吃速度启动的速度型后卫锋线。这双超新星 2.0 Pro 呢，实战性能也是下限比较高的，穿着门槛比较低，适配人群比较广。唯一的就是希望361能尽快出一款主打顶级耐磨且兼具抓地的橡胶底材料。同时，早买早享受，晚买享折扣这句至理名言呢，用在361身上也是永远都适合的。10点肯定也会有更强的折扣。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结束了，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各位能给个免费的赞作为鼓励。要是能一键3连呢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感谢你们收看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